这个子的这个演技到底怎么样啊？王导今天给大家就来说一下。先说这件事情之前，那段哭戏19集的都看了吧？说实话啊，在没有看到这段哭戏之前，我对他的评价没那么高，真的。这段哭戏有点出乎了我的意料。首先，我跟大家说这段哭戏，它到底哪方面让我觉得大吃一惊？因为他是非科班出来的，但是也能看得出来，他之前一定是上过培训班的。我待会儿跟你讲，培训班对他有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。这段哭戏就跟培训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这段哭戏完全是体验派的这种表演。很多人演这种哭戏的时候，惺惺作态。这个市场有很多那种打着表演老师的旗号，大部分都是骗人的，教你一些这个哭戏的技巧啊。有的时候教怎么呢？让你顶上颚，顶一会儿，那会儿慢慢就出来了。那还有一些哭戏之前让你含点辣椒，含点姜片，千万不要相信这样的老师。如果老师这样去教学生，那这个老师一定是个3流的演员。真正顶级的演员演情感戏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真情实感的一个流露，是靠着情感记忆。什么叫情感记忆？比如说借助你以前自己的一些悲痛的往事，比如说某些自己的亲人去世了之后，把情感记忆转接到那么这个角色身上，通过这个角色的外放来体现此时此刻这个角色他的情感状态，这才是真正顶级的表演。之前我说过悬崖之上于和伟老师的表演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于和伟老师在悬崖之上的表演，行云流水，这才是真正的顶级的表演。表演分很多个层次，我今天这个视频我要是讲这样就讲的话，就讲太长了，你就要分好几个层次。学的时候什么样，中级的演员怎么样，顶级的演员怎么样，真正顶级的演员就不需要设计戏了，也不需要反复的去背剧本啊。真正顶级的演员，他整个了解自己的人物脉络之后，他会梳理自己的一个情感线。中级的演员都还在看一场戏之后啊，该琢磨这场戏我应该怎么来设计啊，怎么演啊，他一抬手，他一喝酒杯，我是不是要扇他，或者说他一喝酒，我那会儿是不是？这到目前为止，现在很多老艺术家也还这么演呢。我说实话，不是老演员一定就是好演员。有些演员他没有天赋，他到老他也成为不了顶级的演员。真正顶级的演员是靠，就是他会梳理一个真正的情感线，这个情感线，那么到了此时此刻，会真的会触动你内心的波澜，而去展现此时此刻此情境他真实的人物状态。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所谓的体验派的表演啊，我就不跟大家说表演的这个体系了，这个讲起来又比较复杂。情感戏还得需要体验派，还得按照体验派的那条流程来走的。但有的时候，如果是喜剧，那就可能就按布莱希特的那套体系，那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就按照更多的有表现的形式。但是情感戏部分，大部分还是要靠这个体验派的。那子这个演技为什么震惊到我？就是我们能看到他在这场哭戏里边，他没有设计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就是他没有嚎啕大哭，也没有说强逼迫着自己硬挤出泪花出来，甚至有些人还很假，比如说演这个戏的时候，那个手故意去颤抖，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他的手是不是故意在颤抖。所以你在看子这场演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你看他开始的时候啊，他的情绪是分了3个阶段。那第一段那可能就是惊醒，第二段就是属于压制性的这种崩溃。所以你能看到他表演的时候，他的嘴角这儿不停的在这抽动，这属于生理表演了。生理表演不是你刻意控制，他还达不到说我能控制自己的肌肉。朱一龙在这个《消失的她》里边也有一个肌肉跳动的一个表演，他的这个眼部肌肉抑制，这是他的设计。但是他因为他长期来做这个动作，把这个设计来转化为他的记忆性的肌肉运动，所以你就看起来毫不违和。所以我当时说，我朱一龙的演技真的很好，因为很多人演这种戏，就是你能看出他的痕迹感，就是整个里边为什么你看不出痕迹感，就是因为他整个的表演他没有痕迹，他是很流畅的，以及到了最后他给他妈磕头那一段，那就属于彻底的情感塌陷了。他扑向他母亲遗体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能看得出来，他是全身都在颤抖了，这个是抑制不住的。就在那一刻，应该是全身心的投入的，因为演员做不到100%的全身心投入，只能在某一瞬间能做到，基本上达到全身心的投入。相信那一刻，他应该是全身心的投入，你能看到他的泪珠哗哗的往下流。所以子的这段表演，我觉得确实是很棒的，包括他的这段说这些话的台词，你能听到他的哽咽声，包括他的一些气声，因为毕竟不是科班出来的，无法去控制自己的气息，那个气息的这种急促感也好，还是这种停顿感也好，还是哽咽也好，都是真情实感所带来的这个真实的台词上的生理反应。所以这种戏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一定是一遍过，这种戏很难演第2遍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一遍过啊，你们评论区可以给我留言，是不是当时拍的时候是一遍过。因为凭我的经验，这样的戏因为你很难第2遍再演的时候有同样的这种生理感受，你很难演得出来，真的，除非这个演员是个天才也未必能做得到，我就告诉你们吧。所以我笃定那这场戏应该是一遍就过了，好吧？这就是对于这段哭戏的我的一个看法。从这个哭戏能说明什么？说明子的他的天赋是极高的，他很容易能调动自己的情感记忆，只是
是一种天赋。太理性的人当不了演员，你可以去演喜剧，太理性的人很难调动自己内心的这种情感记忆也好，波澜也好。所以我说过，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演员，而且情感共情也非常非常的棒。我说到这儿，可能跟他的这个孩子的情感经历跟他的生活有一定的关系吧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不容易，他经历了很多人，别看那么年轻，他经历的有些事儿我都未必能经历，跟公司解约，赔偿几十万的违约金，还到店里边去打工，这些都是他的情感生活，这些都能成为他以后呈现更高层次演技的法宝。因为演技最终拼的是什么？我一直在跟你们来讲，一拼的就是你的文化，你文化程度越高，你解读角色能力、解读剧本能力就越强，那么你饰演这个人物的时候就会更有深度。二就是你的生活阅历，你的生活阅历会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养分，你会从生活中捕取到一些生活片段，都可以随时嫁接到你的表演片段之中。所以说到这儿，再提一下张颂文老师。张颂文老师，你看他成名之后，到现在还没事老去菜市场去买菜，为什么去买菜？因为他不想脱离生活。现在很多演员成名之后觉得我是腕了，就脱离生活了。你脱离生活这点是不对的。现在很多演员都很浮躁，真正好的演员就要扎入到生活当中，你跟老百姓去打交道，这样你才能了解生活。了解生活之后，你才能有更深的生活感受。所以今天有一个热搜，那个子瑜不是拼车了吗？打车嘛，我觉得这个是个好事，以后也保持这样的习惯。别以为成名了，我不太赞赏，就成名了之后把自己跟打熊猫似的关起来，怎么着了？其实这样是对演员，当然了，有一层面是一种保护，就有一定程度我可以理解。但是作为一个演员，我只是从专业角度来判断，对于演员来讲，还是更多的跟大众，更深入的去扎入到生活当中去体验生活。你看以前的老艺术家演一个角色，比如说演一个农村妇女，那真的扎到农村里边啊，那真的是在里边生活个2-3个月呀。不是说你演个农村妇女，你穿着农村妇女的衣服，你就是农村妇女了。你说话、你的腔调、你的仪态、你吃饭的姿势、你的生活的习惯，格格不入。所以，但现在很多戏拍戏都很浮躁，所以现在很难有特别经典的戏，很难，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太快了。但是如果从专业角度去说，那真的还得需要更多的演员去扎入到这个生活当中去。所以，一个是说明他有天赋，再一个提示他以后，我觉得还是拼命一些，跟粉丝亲近一些，多接触生活，这对以后的演艺生涯有百利而无一害。接下来就是说说他台词的问题，你还真别说，他是作为一个南方人，他台词上竟然没有口音。我知道他肯定上我们那边练过台词，肯定的，应该是练过的，所以他的台词是不错的，这是一种天赋。而且整个戏里边都是用的他的原声台词，我看了之后，台词上我觉得该有的切口啊，包括发音的标准程度啊，包括它的流畅度啊，包括跟角色的贴切感啊，我觉得都还可以，不差的，好吧。第3方面就是讲的，我刚开头说的，就是他应该找个表演老师，这点就是不好的地方了。有很多坏的不是很好表演老师，就教你演戏的所谓的技法。刚开始是确实的确需要了表演老师来去指导你，但是后来凭借你的天赋，慢慢的千万不要表演，到最后就不需要学习了，更多的是生活的感悟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所以从这点来看，就是能看得出子瑜之前在比如说打情骂俏的戏的时候，我能看到他表演的一些痕迹感。比如说这段戏我是不是应该坐下，到时候烫屁股突然站起来了，或者说他的那个谁来了之后，我为了生气躲着他，有些表情有一些动作能看得出一些设计的痕迹感在里边，这就是他目前所欠缺的地方。就是我能看出他很多在就是不是重头戏情感戏，在这种小片段里边能看得出一些表演痕迹，好吧，这是他需要加强的地方。但是这个我对表演的要求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高了，这个得慢慢的在练，凭借着你的经验，凭借着你对表演的感悟，一点点的去提高。总而言之，子瑜这个小孩这个演员，我觉得是天赋非常非常高的，以后发展潜力应该是很大的，而且他的形象气质在内娱里边是比较特殊的。很多人说王导他长得像丁禹兮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他比丁禹兮长得会更加的秀气。你看目前这个整个内娱里面，就他这种形象气质其实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存在，这个市场也需要这样的一个形象。所以我说的第2关、第3关他都能闯过去的话，还能在演艺道路上发光发热的话，那他以后的发展潜力，我觉得应该是不可限量。不可限量要取决于他自己的心态，别浮夸，别浮躁，别飘，抱着一种虔诚的态度去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必须见在这个基础，如果说浮躁了、飘了，或者说那就不行了，好吧？得不得，我现在已经收着来讲了，不然的话，我要是正儿八经给大家讲表演，我估计我能讲1堂课，能讲几个小时，因为还是时长原因，跟大家先讲到这儿。还有一句话就是到最后就是关于，因为你们都知道王导，我还是做演技盘点的。如果说你们看到影视剧里，不管任何一个演员觉得哪个戏哪个片段需要王导去讲解的，你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我都可以给你们出一期演技盘点。最后觉得王导对你们还有所帮助的话，可以给王导点点关注。最后感谢你们。